好，回到节目，继续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在3月4号这一天呢正式揭幕啊。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号在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的开幕式发表了他任内的第3份年度政府工作报告。“15+5”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2035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 要比2020年增加1倍，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目标。而根据大陆官方的解释呢 ，GDP 增长的区间目标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保留余地，还有呢积极务实的跟2035年的远景目标来衔接。那么也看到了美国智库就是荣鼎咨询，他们认为呢，中国大陆经济实际增速啊只有2.5%到3%这之间啊，大概是北京方面所透露的官方数据，也就是4.5到5的一半。那另外呢，就是看到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分析师叫 Brown， 他认为中国大陆呢目前不只是内需消费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在2025年也下滑了3.8%，是从1996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下降。另外呢，青年失业率让人越来越担心，所以很多的企业呢不愿意增聘新人，反而反映出的是企业的信心普遍下降。现在内需问题其实是亟待解决啊。马老师认为说，面对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一个内需急需要提振，而能够进一步达到两会现在所定下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就是4.5到5，至少是这个目标。那要克服挑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更积极性的政策出台呢？你觉得？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应该是还蛮严峻的，因为它这个下修到4.5到5之间，第一个它这是一个弹性，就是弹性区间，这个在过去的两会工作报告比较少见。那再来就是它是史上的新低，那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那4.5我认为是保底，就是说，因为它的目标在2020进入小康社会，2035年要翻一番后，达到这个人均2万美元，那它至少这个4.5必须要保住，所以它设了这样一个底线。但实际上的状况，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不光是有内忧，有外患，就是外面的这个局势，包含现在的伊朗战争，影响到它的物价的波动，然后再加上美中的谈判，有时候是关税高高低低，然后限制这个进出口的项目，有时候也抓不准，所以我觉得它外在变数很大。在“14+5”规划曾经是讲求的是双循环，内循环跟外循环，但现在外循环看起来这个不可控制的变数太大，那我觉得它会回过头来去增加内循环，在“15+5”规划这个刺激内需变得非常重要。那刺激内需它大概会走几个方向，就是举债，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在今年的两会工作报告上面，这个政府赤字是预估是4%哦。那雷曼兄弟在发生2008年当年的时候是0.4%的赤字而已哦。然后隔年为了因应雷曼兄弟的后续，2009年的这个数字是2.8%，政府的赤字那还没有现在高，那你就可以想象现在的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其实比雷曼兄弟那时候更要严峻。但是我觉得政府刺激，就是凯因斯主义，就是透过政府支出来刺激它内部的这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会走的一条路。那除此之外的话，过去在打房这件事情抓得很紧哦，现在房地产看起来他们稍微松绑，就是希望也能够透过房地产来带来一些活水。那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大陆在去年1年的外国对它的投资 FDI 少了9.5%，这个数字也是很高。那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它就业的问题，因为投资少，工作机会少，所以它失业率就会高。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联动。那以目前中国大陆的举措来看，看起来真的是刺激内需，靠政府的举债，对，然后靠这个地方债的这个再提升来平衡它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不足动能的一个杠杆。对，马老师刚刚提到说内需的部分，好像也提到了房市的啊，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真的是在标准上面放宽了不少，就尤其特别以上海在这个贷放的一个标准哈，也跟以往不同，有比以往要开放更加的宽松。那人大会议上也看到了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哈，对于今年房地产工作的定调，那从去年的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调整成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财新网、界面新闻还有每日经济新闻这些中国大陆的媒体也报道说，房地产市场呢止跌回稳。这个表述最早是出现在2024年9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呢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202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反复不断的强调。那么从最近3年呢，政府工作报告表述的变化来看，房地产政策主线已经有出现明显的调整。2024年呢是侧重风险化解还有制度转型，2025年则是把力道呢放在推动市场的止跌回稳，而最新的2026年呢，则是把政策的重点转为是着力稳住这个房地产市场。那当然，房市的这个核心啊，在于地方政府要如何的作为。其实早在两会之前，各省市就陆续的公布了他们的 GDP 的目标，像是经济大省广东省定的 GDP 成长是下修到也是一样，符合中央的这个基调，4.5到5这个区间。好，所以陆老师，全国现在调降成长的这个目标，那您怎么看？老师真的能够防止这个暴冲，但是呢，又不至于透过这样的调整去打压或甚至是造成这个地方活水活力的降低，怎么看？的确，这个房地产是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房地产是中国的这个所有产业的火车头。它从2020年中国大陆开始打房，到2021年开始整个房地产往下逐渐走。那有这个目前在新建中的这个房屋就有2000万栋，它以前每一年可以新建800万栋到1200万栋，是相当的惊人了。那这2年就大概下降到300-400万栋，所以就逐步的下降。那很多省份呢就受到影响，影响最大的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广东省，所以第5个就是广东省。所以广东省那过去中国大陆的这个地方政府呢，房地产收入在他们的这个收入比例非常的高，都到达3-4成以上。所以它的经济是被扭曲的。所以当房地产的收入占你这么大了以后，那所有的地方政府呢，他就拼命的让地来争取收入。对，所以地方政府的负债占它 GDP 的6成，它是这一点，它是全世界第1名。从来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它地方政府的负债会占全国 GDP 这个60%。原先是很大一笔收入，到后来变很大的负债。对，中国大陆刚刚李强就有讲了，他说我们未来的目标呢是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调结构就是我们要改变房地产占我们的这个收入的比例。那我们要去掉风险，因为我们担心房地产的风险会造成金融的风险，这是他们担心。所以我们要促改革呢，我们要推动科技自主。他希望把多余的这个财政的收入呢，应该做一些创新的事业这样才是对中国是有帮助的。那中国的3个马车，出口、投资、消费，目前消费的确是受到阻碍。我上个月去了上海，那真的跟以前是差别非常的大了。我去了一家星巴克，里面只有我一桌人，其他都没有人。但是我如果去那个很基层那种商场，就是消费额比较低的，但是满山满谷的人，就很多人，就降为消费了。对，然后我是去高档餐厅呢，也没有什么人，所以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这表示这个这个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好。是，大陆中央现在也在思考，就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这个国防军费的预算会不会有一些连带的调整呢？那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宋忠平他有一个分析，就指出说，他判断解放军今年的军费预算估计会跟去年差不多。主要呢是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大约是7%或者是8%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速度。那预估呢应该是1位数，不会到2位数。他分析呢，解放军的军费预算主要是人员待遇、训练经费，还有呢装备采购这3大项所组成。每一项呢其实都在当前环境下呢具备特殊的意义。好，我们现在提到是面对这个经济增长，确实很有压力，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变数太大了所以现在区间是锁定在4.5到5之间那这个经济成长的压力变大，可是军费不减，是不是预告着说中方内部有可能会转型成为一个先军政治的形态委员您觉得？我觉得不会，先军政治这个是
金正日，韩国的金正日大概是1995年，他那时候叫出来的这个口号了。那我觉得这个很适用于北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是中国大陆我相信不会了啊。但是他为什么他的军费也没有办法降下来呢？除了传统上说枪杆子出政权以外，我认为他分析的结果，外在的威胁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第一个，川普所表现出来，我们刚刚讲像委内瑞拉啦，对啊，像这个对伊朗啊那种是非常的强势的啊。然后这个现在就增加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日本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代表着不是他一个人的崛起，是整个日本右派的势力的兴起。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认为是军国主义的兴起。虽然我们认为说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北京的看法是，日本正快速的走向军国主义的恢复，甚至有军国主义复辟这样的说法。对，然后呢，又因为高市早苗好像跟川普两个人还蛮投缘的，还蛮亲热的，而且高市早苗马上又要再去看这个川普了，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讯息然后你看，美国突然间要出售这么多武器给台湾，他那个国防预算特别预算1兆2500亿，光是特别预算，他认为这个后面也有美国的影子，甚至有日本的影子在那里，所以中国大陆分析的结果，他是觉得。